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8季第21集。学校成立了反逃学小组，组长是辛小妹，她喜欢小马，讨厌骗子。领头的校长史金纳是个妈宝男，其他3名成员分别是眼镜仔、马丁和迷糊虫，他们各司其职，共同维护学校的秩序。比如今天就很快锁定了逃学3人组。然而待在学校里的也并不全然是好学生，那用果酱画校长肖像的小新同样是令人头疼的存在。不过好在这货咎由自取，自己跌进了流堂室。另一边，核电厂内警报连连，臭气熏天，最终发现这源自于冰箱里辛巴的乳酪。秃头将这恶臭之物封锁之后，递给了辛巴，让他带着这脏东西赶快离开。辛巴自然是满心欢喜，出差了。最后登场的是在家洗衣服的辛妈，清理儿子衣物的时候才发现，今天下午3点学校有蛋糕售卖会，而此时已经是2点33分了，也就是说他只有27分钟做蛋糕了。此时辛巴已经来到了快易买超市，表示要退掉这已经发霉的乳酪。一打开包装，散发的气味直接让阿普上了头，这味道就像是死鱼和流浪汉生的小孩吐了，然后又有狗吃了他吐的东西之后屁股散发的味道。刺激的阿普直说愿意倾尽店内所有的乳酪，只要辛巴将这玩意儿带走。外面逃学的3个混混来到了快易买超市，而他们的后面跟着反逃学小组的眼镜仔。他将情况上报后，辛小妹立刻掌握了那3人的动向，逐渐其中1人注意到了那崩坏的乳酪，趁着辛巴和阿普没有察觉，将其偷偷带走了。校长认为看到此处已经证据确凿，只让眼镜仔将3人捕获。然而辛小妹却发现事情有些反常，这些混混本可以偷走烟草、硬币盒，却唯独选择了乳酪。他觉得很有必要弄清这3人到底要做什么。校长觉得言之有理，就让眼镜仔暂时只尾随其后。没想到这计划被突然出现的辛巴打乱了。嘿，眼镜仔，你在监视谁呢？那些混混吗？混混们见状立刻销毁了眼镜仔的通讯设备，还把他扔进了垃圾箱。一旁看热闹的辛巴也没能幸免，被扔进去作伴了。他们用树枝锁住了垃圾箱，然后将其推了出去。另一边，小组联系不上眼镜仔，就得找替补。可剩下的马丁和迷糊虫连路都走不利索，金小妹就建议启用那唯一能制服混混们的特工小新。而这唯一的希望此时正在手臂上刻字，宁死不做作业。家中辛妈正在制作蛋糕，看着往年第3名的照片，她倍感郁闷。更不幸的是，葡萄干竟然在此时告罄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这让她怎么做拿手的葡萄干松糕？没办法了，当务之急只能先去超市。学校里，校长听取辛小妹的意见，请来了小新，但这人可不会平白无故帮组织做事儿。小新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，我要求得到对我过去和将来一切恶作剧的完全豁免，而且还要校长教他一句他不知道的脏话。如此不平等的条约，校长本不欲答应。然而想到蛋糕售卖会还是拥有90%资金来源的蛋糕售卖会，他屈服了，便马上兑现诺言，告诉了小新一句脏话。小新也没有迟疑，立刻拿了校长车钥匙开始行动。此时的地下室内，混混们正在研制终极武器，我妹妹的小储物盒，6星期的瓶装屁，还生袋鼠，最后加入毒乳酪。打开最后一味药之前，他们还谨慎地戴上了防毒面具。大功告成之后，混混们得意极了，我们制造出了一切臭蛋之母，将这混合液体滴入笼子，里面的仓鼠当场倒地不起。同一时间，小新正在用屁股开车，辛妈正在和哈伦争抢葡萄干，而垃圾箱还在镇上奔驰。几分钟后，小新驶进了住宅区，辛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，而垃圾箱被撞出了铁轨。光用仓鼠做实验已经满足不了混混们了，他们又将液体滴进了糊涂蛋的笼子，它也是仓鼠一样的反应。春田小学就要变成臭田小学了。这3人不会料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落进了小新的眼中，他将自己听到的一切告知了辛小妹，并表示可以阻止他们的行动，只需一张混混头子家的平面图。正当他研究那幅画时，混混头子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这是马丁打来的，说他们被发现了，让他们赶紧离开。此时的小新已经摸进了混混头子的家，然而等到了地下室才发现他们已经逃走了，只留下了一个倒地不起的糊涂蛋。小新正想把情况报告给辛小妹，不料接电话的是个陌生人，一开口就是我现在需要那些图。小新很奇怪的就问对方是谁，不想竟是杰克鲍尔。杰克也听出声音不对劲，就问了一句，小新自然不会说实话，就说自己是艾哈迈德·阿伯迪。没想到杰克居然信了，让人调查之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出任务还能抽空搞个恶作剧，小新怕不是个时间管理大师。再说辛妈虽然抢到了葡萄干，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300度烤20分钟，那么5分钟就是1200度。当温度调至最高，辛妈就打算去做折叠卡片了，谁知还没开始写寄语，烤箱就炸了，蛋糕胚成了黑乎乎硬邦邦的不明固体。眼看时间只剩下最后的10几分钟，辛妈想到了粉红糖霜，她将这玩意儿涂满了那团黑漆漆。此时辛爸和眼镜仔的垃圾箱之旅还在继续，一段下坡之后，他撞上了一堵墙，不过好歹树枝被折断，能够重见天日了。更幸运的是，辛爸发现隔壁就是老谋子酒吧，正好可以进去喝一杯。哪知里面的场景立刻断了辛爸的念想，只见老谋子合上书，就对着镜子拿起了电钻，准备自己动手剁掉那颗坏掉的牙齿。那血腥的画面简直不
妇人之事，吓得辛巴慌忙逃走了。出来之后，他才想起箱子里还遗忘了个人，于是就问眼镜仔接下来有什么安排。得知学校要举办蛋糕售卖会，辛巴就推着垃圾箱和眼镜仔朝学校去了。此时反逃学小组正在定位臭蛋，充分预计臭味的有效半径将比他们任何人踢球的最远距离还要大。金小妹建议取消这次的蛋糕售卖，可学校的篮球框已经改了规格，赞助商也已经兑现了存款。更重要的是，校监听到此事一定会发飙，说曹操曹操到，校监立刻就听到了风声过来询问。校长瞬间像老鼠见了猫似的，向校监说只是这次售卖的收益会创下新高。听到无事发生，他放心的离开了。如此一来，就只能在售卖开始前找到那些混混了。金小妹立即让马丁对学校安全网络进行逐层搜索，可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得力手下竟是内奸。马丁很快就发现目标所在地点，但并没有报告辛小妹。而时间正在1分1秒的流逝，此时各路人马正在赶往学校。拿着蛋糕的辛妈，躲在垃圾箱的辛爸和眼镜仔，以及专心开车的小新。小新是最先到达学校的，接着是辛爸他们，最后才是辛妈。辛妈的蛋糕还不小心飞了出去，好在本身够硬，捡起来拍拍灰还能看。混混3人组带着臭蛋来到了通风室，正当他们为自己的计划兴奋无比之时，威力来到了这里，双方一言不合就干了起来。争斗间，威力用拖把按下了火警，金小妹立刻监测到那里出状况了，还没等发话，马丁就自告奋勇提出自己去看看。逃离辛小妹的视线后，马丁长舒了一口气，接着欢欣雀跃的蹦蹦跳跳朝目的地前进。经过小胖子的时候，两人还互相问了个好。躲在暗处的小新发现了两人的不寻常，一个是恶霸小胖子，一个是五好学生马丁，他们之间竟像老熟人一样打招呼，着实令人匪夷所思。小新可不相信小胖子突然转了性，于是就用了些手段逼问他，马丁是在为混混们做事吗？小新还真有一套，果然让他揪出了内鬼。然而他正要将内鬼的名字上报辛小妹时，意外发生了，潜伏在暗处的马丁用圆号砸晕了小新。此时的体育馆内，售卖会即将开始，辛妈带着他的不明固体也赶到了现场，而马丁也带着小新到通气室和混混们会合了。他之所以会当内奸，也并不是出于自愿，而是他的小蚂蚁朋友被他们夺走了。小新醒来的时候已经被绑起来了，将爆炸时间设定在3分钟之后，混混们也带马丁离开了。若是真被引爆，臭味将顺着通气口直达体育馆。此时辛妈还守着自己无人问津的蛋糕，而辛爸还在要钱购买其他家长做的蛋糕。通气室内，小新弄倒了椅子，给妹妹报了个平安，还用舌头发送了一张臭蛋的照片。金小妹认出那是第5级散臭装备，要想阻止恶臭传播，只能让换气扇短路。小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将目光锁定在了热狗香肠汤水煮法。要想让换气扇短路，放出那里面的汤水是唯一的办法。但辛小妹不想那么做，她害怕哥哥和威力被淹死。然而校长可不愿承受校监的怒火，他当即掏出钥匙按下了打开阀门的按钮。没过多久，汤水就淹没了整个通气室。更要命的是，小新他们将会被推向打磨锋利的通气扇。另一边，得偿所愿的马丁看着自己的朋友们，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他戴上了纠察队的绶带，脸上露出坚定的表情。然后他搬来了椅子站了上去，击倒之后，他挣扎几下就平息了。原来这小家伙将内裤挂在了钩子上，就像是曾经那些小混混对他做的那样。此时的小新和威力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坐以待毙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小新选择向下寻找出路。刚好通气室的窗户正对着体育馆，人们很快发现了他。可惜这是防弹玻璃，金长打了好几枪都没有破损。这时辛妈站了出来，若是有什么比子弹更坚硬，那一定就是他的蛋糕了。只见他旋转一圈，将蛋糕稳稳地扔了出去。随着清脆的玻璃炸裂的声音，空气室的水疯狂涌入。然后辛巴就看到了一个热水瓶滚到了自己脚边，眼看时间只剩下6秒了，金小妹冲到老爸面前，爸，那是臭蛋。接过臭蛋后，还要想办法让其终止。好在上面有紧急终止按钮，总算在最后1秒之前挽救了危局。辛巴连忙解开了儿子的绳索，就开始猛亲。我可爱的小家伙呀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接着辛巴也抱着儿子一顿猛亲。我很高兴你尝起来像热狗肠。这欢乐的气氛还没维持多久，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体育场。这人就是之前被小新整蛊过的杰克。做得好 Lisa， 说罢他就将枪对准了旁边的小新，就是你小子给我打了个恶作剧电话，全单位进入。说话间，小新就被那些带枪特工包围了。杰克说，我将所有前线特工从其他案子里抽调出来，只为了追踪到你，然后把你绳之以法。这是个艰难的抉择，但我想我是对的。可能这不是个正确的决定，因为不远处就有朵蘑菇云炸了，好在那里是春田镇的敌对城市。本集联动了2001年美剧24小时，动漫将1天的时间缩短到蛋糕售卖会的点半小时左右，让各路人马的矛盾冲突集中爆发，剧情跌宕起伏。其中小新无疑对应的是电视剧主角杰克鲍尔，他们都有着聪明的头脑以及超强的应变能力和执行力。此外，动漫中其他出现的人物也大多能找到对应者。抛开电视剧不谈，动漫中的人物关系虽然简单，却也耐人寻味。比如可恨又可怜的内鬼马丁，为了私心就出卖组织，背弃纠察员的原则与职责，即使得偿所愿，恐怕也难逃良心的问责。再
再比如胆小怕事的校长，因害怕承担上司的怒火，就毫不犹豫舍弃小新和威利。这虽只是一起不良学生闹事案，从中展露的人性群像却依旧引人深思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